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木板年画，我是广州航海学院的郭亚东。这集节目我们接着来讲年画与年节的立春。立春别名打春、立春节，在每年公历的2月3日至5日，是24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，是春季的开始。所谓立春日，万物更生，某种意义上说，立春才是真正的新岁之首。立春属节气，24节气是华夏农耕文明的产物。古人很早开始就有对星象的探索，通过对星象和自然事物的观察，发现总结出一套用于指导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自然规律。24节气原以北斗七星斗柄旋转指向来确定，这就是所谓的斗转星移，它跟季节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具体来说，斗柄指东，天下皆春；斗柄指南，天下皆夏；斗柄指西，天下皆秋；斗柄指北，天下皆冬。北斗七星呢，完成一个周期循环，即北斗回盈，新旧交替之时，谓之立春。那为什么春天是一年中的第一个季节？尚书大传有云：春，蠢也；物蠢生，乃动运。春，初也，万物之初也。什么意思呢？春同蠢，蠢蠢欲动，指的是笨拙的虫子开始蠕动时的状态。春，初也，万事万物开始生发。古人将此自然现象对应到春季，并将春季作为一年中的首季，是不无道理的。立春的时间在每年公历的2月3日至2月5日，时间不固定，属于交日。古代有一个这样的传说：立春快来到的时候，县官会带着本地的知名人士去土里挖个坑，然后把羽毛、鸡毛等轻物质放到坑里。等到了某个时辰，坑里的羽毛和鸡毛就会从坑里飘上来。那这个时刻就是立春的时辰，此时开始放鞭炮庆祝，预祝明年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那么据科学的算法，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所在轨道称为黄经。当旋转到达黄经315度时，就是立春到了。我们说的黄道吉日指的就是这个黄经的轨道。大家要注意，中国的24节气日其实不同于一般的节日，讲究的是具体到达时辰的精确性。比如我们可以这么说，今年的立春呢，是在2月4日凌晨2点，也就是2月4日的丑时，而不应该只说是2月4日。所以无论是看天象计算黄经，还是用羽毛测试，其反映的都是传统历法的科学精神。我们今天依然还在使用的中国农历，就是包含了24节气在内的阴阳合历。24节气主要对应太阳历，每月29到30天的算法主要以月亮的盈缺，也就是朔月、玄月和望月为参照标准。相较于西方制定的公历制度，其实呢是更加的科学和完整。直到如今，老一辈人
还是习惯用农历忌日，我们的生日也一般都是以过农历生日为主。那将24节气正式收入进历法是在什么时候呢？在西汉，第一次把24节气收进了历法中，视为太初历，辅助农业生产。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较完整的历法。立春还跟一个《山海经》中的精怪有关，名曰勾芒，也称芒神。《山海经·海外东经》中说：东方勾芒，鸟生人面，成两龙。从月令和孟春记述中，春神勾芒掌管大地上的树木植物发芽、花开花落、谷物生长，还掌管太阳升起地方的扶桑神术。所以耕种的人们都要在立春这一天祭祀芒神。扶桑树是《山海经》里记载由2棵相互扶持的大桑树组成。金乌从此处驾车升起。金乌就是传说的3足乌鸦，太阳之灵。俗话说，一年之计在于春。在这一天，先民们会开展一系列的活动，祈求来年丰收。立春已称打春，在民间仍保留有许多传统的习俗，有祭春和打春，有咬春和踏春，还有迎春、报春、戴春鸡、吊春穗、贴宜春画等习俗。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一一介绍。先来看祭春。据记载，东汉明帝永平年间，遵照西汉做法，在立春之日，迎春与东郊，即青地巨芒。芒神主管树木的发芽生长，又兼有谷神的职能，一年的农事也在他的掌握和安排之中了。在浙南衢州九华乡妙园村，还保留着立春祭祀芒神的习俗。现已将九华立春祭为代表的24节气收录进世界非遗。在古代，打春活动呢，由皇宫或官府组织。京都风俗志记载，宫前东设芒神，西设春牛。礼毕散场后，众议打坟，故谓之打春。这里的春牛是用以桑木为骨架，外荡土坯制成的专供打春牛风俗活动用的土牛。冬至节后，成日取土合成泥坯，雕做成大小形似牛状的泥春牛。立春前一天，官民先于约定的龙坛上祭祀，后由县执事亲手扶犁执鞭打春牛。这个执事呢，也就是县长，以示春耕开始。接着由群众做扶犁耕地状，边耕边打春牛，口中喊道：一打风调雨顺，二打国泰民安，三打五谷丰登之类的吉祥话语。众聪明将泥牛打烂后呢，分土而回，并且把它撒在各自的农田或牛马圈舍，意味着带了春福回家，以保今年有个好的收成。山西吕梁地区盛行用春牛土在门上写宜春二字。近东南地区习惯用春牛土涂耕牛角，传说呢可以避免牛瘟。晋南地区讲究用春牛土涂灶，据说可以驱匹夫。所谓匹夫，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成语叫匹夫撼树，形容不自量力。匹夫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大蚂蚁，也有人说是白蚁。
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，同样的形容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解释。比如这个匹夫撼树，就跟另外一个愚公移山的故事形式上很相似，都是说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但是到了愚公这里，就被解释成了百折不挠。看来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不能只看字面，否则就会落入圈套，就会贻笑大方。山西民间过去呢还流行报春，唱春子歌：春日春风动，春江春水流，春人饮春酒，春官鞭春牛。报春的春官到来之时，无论士农工商，见到春官都要作揖行礼。在立春这一天，还有一个习俗称为咬春，人们在这一天吃一些新鲜的食物，既为防病，也有迎春的意味。在京津地区民间讲究买个萝卜来吃，萝卜味辣，古人云：咬得草根断，则百事可做。就是说，这么辣的萝卜都能一口咬下去，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呢？一个咬字，给人们心底里埋下了吃的苦的一种韧性。燕京岁时记记载，妇女等多买萝卜而食之，谓可以却春困也。吃萝卜不仅可以解春困，还有说法是可以增强妇女的生育能力，所以立春萝卜又称为子孙萝卜。在这幅年画的局部，我们可以看到三个人手里拿着一种食物，一旁写着三人九饼五谷丰登，意思是饼多够吃。那这里的饼就是春饼。春饼呢，是由面粉烙制而成的一种薄饼，它是中国民间立春饮食风俗之一。立春吃春饼，有喜迎春季、期盼丰收之意。在江南地区，立春这一天则流行吃另一种食物——春卷，即在饼内卷些蔬菜、肉食之类，意思大同小异。立春这一天呢，还有部分地域有佩戴迎春装饰品的习俗。在陕西铜川，有一种叫做戴春鸡的古老风俗。每年的立春日，母亲会用布制作一个约3厘米长的公鸡，缝在小孩帽子的顶端，装饰性极巧。意思是祝愿春吉。鸡与吉同音，所以取吉利之意，寄托着家长对于孩子们的美好祝愿。晋东南地区，女孩子们剪彩为燕，称为春鸡；贴羽为蝶，称为春蛾；缠绒为帐，称为春干；戴在头上争奇斗艳。这些习俗都是以饰物的方式来表达人们对于春天的喜爱和期盼。佩燕子是古代长安、关中一带人的风俗。每年的立春呢，人们会在胸前佩戴用彩绸剪制而成的燕子。此风俗源自唐代，现在在一些农村地区还有流行。因为燕子是报春使者，也是幸福吉利的象征。春天到了，燕子即将回归，人们也以此方式表达对燕子回家的期盼，也是对春天的期盼。流传在陕西陈城一带有吊春穗的习俗，妇女用各色布缕编成布穗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流苏，或用彩色的线缠成各种形态的麦穗，然后吊在小孩或青年人的身上，也可以挂在牲口，如驴、牛、马的身上，借以祝福来年风调雨顺、五谷丰收。在扬州地区，当地剪纸艺人会在立春前
准备宜春剪纸，在立春这一天贴，视为剪纸报春。立春的这些习俗，都是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，祈求在一年之始，新一轮的耕作能够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立春习俗在传统年画中也有着丰富的表达。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些具体的年画案例来做详细的了解。我手上有一幅山西的春牛画，也叫春牛图。那这幅画就是贴在立春这一天的。所谓的春牛图，就是说画面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形象，就是这一头春牛。那据说春牛是天上下凡的一头神牛，它后面跟着一个牧童，那这个牧童就是芒神。据说芒神呢，身高3尺6寸5分，象征农历一年的365日。他手上之鞭长24寸，代表一年有24个节气。当他没有穿鞋，而且裤管竖得高时，就代表该年多雨水。裤管竖得越高，则表示水灾越严重。相反，如果他双足都穿草鞋，则代表该年比较干旱。又假如他一只脚光，另一只脚穿鞋，则代表的是该年雨量适中，旱涝保收。年画下方有3个人坐在一起吃饼这个我们刚才说了，这个饼呢就是春饼。3人9饼，意喻粮食产量丰厚。画面的上方呢写着一串文字，内容是：我是上方一春牛，差我下方遍地走，不食人间草禾料，单吃散栽小鬼头。预示着春牛对人间的福佑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张山东杨家埠地区的一个打春牛的年画。那这幅年画呢，我们看它从形式上就比较特殊它分为上、中、下3个部分，描绘的内容呢也比较多。那最上方是发财、消灾、好收成之类的吉祥语，中层从左到右依次是天喜星下凡送喜，马生双居这个马生双居说明是畜力增加、六畜兴旺的意思。3个农夫吃饼以及4把锄头，那文字说明是丰收太平年，短工做了难，东庄好饭食，西庄多给钱，4锄3饼。那这个甲乙丙丁这个丙实际上就是春饼的饼的意思。下层左边是东西庄争短工，西庄说钱多，那东庄说饭好。再往右边是芒神赶春牛。这幅画呢非常的写实，直接和充分的表达了人们对于农业丰收、无病无灾的期盼，正是农民朴素情感的真实流露。天津杨柳青的这张春牛图，芒神手里拿着一个春饼，赶牛的竹鞭上挑着一个大牡丹，象征富贵。松枝呢象征长久，还有一只鞋子。刚才讲过春牛图芒神吃脚的故事，那大家来看这张画中反映出的今年是干旱呢还是多雨呢？再比如河北武强的这一幅新春大喜，这是一幅新年画。所谓新年画的新，实际有2重含义。一是在制作工艺上，其制作工艺不再只拘泥于传统的木刻水印。晚清后受西方现代印刷技术的影响，传统手工木刻年画受到冲击，开始陆续出现了手绘石印风格的新年画。其中以民国上海地区海派绘画风格的月份牌为代表。其二是审美上的新，同样是受西方写实派审美的影响，传统木刻
以线条和平面造型为特征的木板年画，被强调空间感的写实风格的新年画所代替。回到此图，很明显，这是一幅传统春牛图的变体年画，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。在画面里，春牛变成了铁牛拖拉机，盲绳则变成了拖拉机手，但仍然是一个儿童的形象。天喜星变成了拖拉机机头旗帜上写着的“人民公社万岁”。画面下层两侧是对称的高粱、麦穗儿、玉米等农作物，上层是双凤朝阳和1963至1965年的农事节气表。这幅作品与其说是表达了对农业丰收的期盼，不如说是更表达了对人民公社的热情和对新政策后农业恢复的憧憬。在民国初年，上海地区出现了月份牌画，也就是刚才说的新年画，配有中西对照历表及一些商品广告。春牛图还运用在了部分日历中，在不同的年份，盲神的形象是不一样的。寅申巳亥年的盲神为老人状，那子午酉为壮年状，辰戌丑卯以及未则为幼年形象。虽然南北地域新旧时代的春牛图有不同的表现形式，并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演变，但对丰收的期盼，对新一年憧憬的主题却是根久不变的。它寄托着人们对和谐、美好、幸福生活的向往，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，因而备受百姓喜爱，至今流传不衰。春牛图也是先人们对于自然规律探索的间接反应，在旧社会一定程度上很好地指导了农业耕作和生产。民俗不虚，有口传及习为，年画不假，皆满载情感和精神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